近期想必大家都感受到迷因币的威力，从上一次 TokenFi 的影片之后呢 Floki 也在这几周往上冲了至少10倍，也在近期的迷因赛道中脱颖而出。是否 Floki 从迷因狗又要重回神坛了呢？欢迎来到富可实验室，今天要与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疯涨的 Floki 到底怎么了，并且在后续是否有值得上车的机会，或者说是还有额外的方式可以补票上车呢？废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影片吧，走！大家应该都不陌生，迷因币有蛮多狗的，有 Doge， 有 Shiba Inu， 再来最近很猛的一只青蛙叫 Pepe。当然，最近比较能相提并论的 Floki 也是加入了战场。在过去的几周一路涨到现在市值52名的迷因币，我们要讲一下最重要的更新是 Floki Inu 正式更名为 Floki， 也就是把后面的 Inu 给去掉了。那么迷因币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共识所集结而成的炒作币种，但近期迷因代币也开始慢慢的转型了。价格会飙涨的迷因币通常都会需要有几个要素，第一个就是共识群体强大，人都是自私的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做事商或者是组织在背后撑腰，也就是说有一个富爸爸，像是 Elon Musk本身就是作为一个很好的精神指标，不然一旦出现崩盘，很容易出现踩踏效应，也就是代币价格一旦出现裂痕，大家都抢快要跑，造成雪崩式的崩盘。第二个就是敢花资金来打造社群的共识群体，不管是社群生态，或者是透过流媒体来集结共识，或者是打造神话人设，都是一个很好的营销卖点。那第三呢，赋予代币生态，让迷因代币变成不只有炒作价格，让它真正有实际的作用。那么我们就来验证一下 Floki 有没有满足这一些条件，能不能真的在这轮牛市中涨幅超越另外2只狗 Doge 和 Shib 呢？首先我们要先来谈谈市值，毕竟我们知道一个市值过大的东西不好翻倍，市值1元涨到5元5倍，绝对比50元涨到100元简单。目前来说，以市值排名 Floki 的市值在53名左右，落在市值23亿美金，以目前的 Shiba Inu 200亿的市值的1/10，也是 Doge 250亿的小于1/10，以目前的总交易量排名在第11名。所以目前光以市值来计算的话还算健康，而且拉盘的逻辑上会需要一个思路，就是可流动的代币需要减少，会比较好拉盘。这个概念就像今天我们在交易所比特币很多的时候就会不好拉盘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像是你有100颗苹果，你要让每颗苹果重量都少10公克，你就必须要在每一颗苹果上咬一口10公克。但如果交易所只有10颗苹果呢，你只需要咬10口就能够让账面上的苹果都少于10公克。而 Floki 目前23亿美金的市值，其中有20%左右的流动性都在锁仓的。那这些锁仓最多可以锁4年来换取收益。当然，你刚好手上有 Floki 也想锁仓的话，可以注册一下 OKX， 里面下方也有优惠链接。那使用 OKX 钱包可以快速锁仓获得利息。我们就快速展示一下。注册好交易所之后，我们可以点选 Web3 钱包，然后在 Web3 钱包中，我们选择 DeFi 的选项，然后选择单币断币。在这里，我们就可以看到 Floki。那最多是锁仓4年，那它的年化是 31.59， 那往下都会找到不同的 Floki， 像是2年的或者是更短的，但锁仓越短就是代表它利息越不高，因为你所承受的风险也就越小。当然，影片下方也会有额外的连结，让你去观看实时的锁仓回报以及真实链上锁仓的总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会放在影片下方。目前 Floki 生态质押总和大约是在 6.58 亿美金左右的价值，这个锁仓数据超越了其他迷因币，像是 Pepe、Wiz 还有 Bonk、Doge、Shib 的锁仓总和，所以也算是一个传奇性的里程碑。Floki 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宣传团队，从官方推特表示3月15号后，接下来的3个月
在纽约的时代广场上，没错，就是那个非常知名的 Times Square， 也会有 Floki 的广告。最近也是因为比特币的价格重回历史新高，但其实 Google 的搜索量来看，还不到上一个顶点的一半。如今也开始越多人踏入加密领域之中，就连比特币现货 ETF 也都通过了。如果开始接触比特币后，你可能还会去了解看看什么是以太坊。但了解了以太坊，可能还会想说，可能 Solana 传输速度更快，会更想投入。那再来可能就会把目光放到迷因的领域上。想上一轮我身边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听过以太坊，手中就已经有狗狗币了，所以这可以说是很容易让 Web2 的人认识到 Floki。把那大大的狗头打入他们脑海中也是一个手段，当然这不是他们唯一的广告，他们也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在英国撒一批广告在公车上或地铁，所以他们的团队对于这一块也是非常热衷以及积极的推动，可以说是存活过熊市的迷因币。就连他们的行销长 Saber 也公开的在推特表示要宣战 Pepe 的地位，目前 Pepe 的市值大约在38名左右，所以感觉也不是不可能，但确实能制造一点热度以及话题。当然还有与 VC 的配合，像是与 DWF 的合作，购买1000万美金的代币之类的新闻来做营销。那生态的部分呢，我们上一次所拍的 TokenFi 应用也是它的姐妹币，可以去很简单的就让人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迷因币。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人，也可以点选画面的右上角去观看一下。那还有 Vihala 元宇宙的生态，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在3月9号的时候 ，Floki 在 Vihala 的元宇宙活动中销毁了大约4500万美金等值的 Floki 代币。所以说，基本上在生态的部分，迷因币多了额外的生态应用，还有锁仓，还有元宇宙，还有作为活动代币使用，迷因币也慢慢的越来越多元。如果是以成功的迷因代币该具备的属性 ，Floki 可以说是过关的。如果真正缺的就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人能够作为精神领袖出来炒作，所以之后真的有那个代言人出来的话，那这个币可能会因此一飞冲天。但属性像是生态有持续发展外，营销部分也确实是他们的强项，但值不值得买入呢？因人而异。在这部影片中，我只是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于迷因币的看法。我自己有买之外，也有叫身边的朋友上车。过去2周的涨幅确实有点猛，我自己都吓到了，涨了快10倍有了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用这支影片的思维，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迷因币有哪些重要的属性要注意。迷因币的价格浮动都非常的夸张，今天所讲的 Floki 也是有合约的，但是真的如果要打杠杆的话，真的要把这个钱当打水漂的方式去打。如果杠杆多于10倍的人，你就不用设止损了，毕竟爆仓就等于是强制止损。那记得要使用逐仓模式，用单一的仓位价格直接隔离起来，才不会一个爆仓影响到其他的价格。那至于出场的思路，可以这样想。就是每当涨1倍的时候，先平仓一半，这样就等于你的本金已经回来了，剩下的金额再去放飞。那如果再翻仓了，再出本一次，相对不用怕踏空的同时又赚不到钱，但是还是推荐浮动已经够高了，其实现货就已经很香了。从上一次影片到现在 ，Floki 已经涨了超过10倍。那出场方式其实也可以用刚刚一样的思维去操作。那我好奇你觉得这只狗如何？认同我的看法还是反对？还是有需要额外补充的？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与大家分享。如果有从这支影片中学到任何东西的话，也请别吝啬给我们的影片一个赞，或者是超级感谢，给我们一点鼓励吧。那如果还没有订阅库克实验室的人，也可以动动手指赶快订阅起来，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。当然每周四晚上9点在 Discord 上也都会有语音互动活动，也别错过啦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